小伙伴们又花钱了，买了一双 Asics Meta Speed Edge， 家主在结账中。为什么决定买这双鞋呢？是因为应该不回北京了，那就把回北京的预算买鞋吧。またポイント貯まりますので、哎，まだちょっとポイント貯まるまで時間かかるんですけど、貯まればまたオンラインお店で使えますので。店员太仔细了，店员在确认两双是不是对的号码，是不是同一个型号？因为这个 Sky 和 Edge， 我不知道我发音准不准确啊，长得特别像。给大家看个有意思的东西啊，这是什么呢？这个是叫帮你选鞋，但是它这个做的有点糙。比方说，你看，我要选 Speed， 然后它貌似在搜索了一会儿，然后就指出了这个。比较所有鞋款好像也不能按，但是呢，我应该从按鞋来选择。按鞋来选择，但是呢就很尴尬。你看，它也没有它的最新款，所以这系统该更新了。这个特别有意思，你们看，这特别有意思。这个是 Sky， 这个是 Edge， 然后你们看它这个牌 Edge 上写的是速度 Speed Running， 然后呢步频跑者大概的配速4分15以内，然后重量是多少，然后前后落差是多少，对吧？然后再看 Sky 这个家属说特逗，就是人家跑2步，我跑3步，看没 ？Sky 这个是步幅跑者，只有2个圈，然后我这儿呢，同样的距离我得干3步。所以我买的是这双鞋太像了，就是根本看不出来，它只有几个地儿分别，一个是尺码那儿的标，还有一个是这儿，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字儿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要看到的话看不出来。然后鞋底儿，对，Edge 的鞋底是黑的，这个是红的。基本上就我觉得亚洲跑者或者业余跑者偏向这个的更多吧。OK 啊，本来挺纠结的，就是要不要买，然后速度是一样的，对，速度是一样的，就是他的意思是这个更适合一步特大的，这个更适合像我这种贴地飞行的空中型跑者，对吧？我现在有了自己新的对自己的称号。不知道这个底儿会不会不禁磨，就是这个地方有可能会不禁使用，因为这边没问题，有橡胶大底，这儿我不知道。对，家属说会不会卡小石头这个地儿，但是还好吧，这个跟好多碳板鞋比已经不那么激进了。哎，我刚才试穿了，特别有劲儿，然后尺码还是4080，我 Nike 也是4080。看这儿没？有一个1000日元的烧肉放题，看没？就是一个连锁店298，尼库亚就是叫什么肉家肉房子啊，肉屋，对，肉屋啊，1000日元的烧肉放题都排队了。行吧，骑车去吃饭了。上午的无锡马拉松心潮澎湃，中国马拉松开始了206的时代了，继续努力吧。你们看最后冲刺的时候小伙的表情，哇，真的是。而且无锡最后冲刺也不近呐，就看着那个计时牌和终点拱门，肯定是心里很微妙的。嘿，大家伙早喽！3月28号星期四，看今天把麦克风别上了，它特别的别致有意思。今天拿了 Osmo Pocket 3出来，因为今天轻松跑了。好消息是，昨天跑完强度课之后，今天的右脚踝没有进一步严重，反而呢还在继续的变好的过程中，很不错，很不错。今天轻松跑会跑短一点，让它稳定一点，见好就收。
明天第4个训练日也一样会跑短一点，之后休息1天，下个周期再观察。我感觉差不多了。我不知道这个麦克风会把鞋底的落地的声音收到什么样，因为麦克风就是跟头接触着。像我要是手持这个相机用相机收音的话，落地的声音会特别明显，因为有骨骼传导。今天还是 Meta Speed， 今天跟大家聊聊这双鞋。我今天来这个大坡了，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鞋爬坡的状态。感觉还行。这个鞋怎么说呢？简单的总结是，没有像传统概念上的旗舰款的竞速鞋那么的有劲儿，但是呢，比传统意义上的常见的各个品牌旗舰款的竞速鞋要更加的清脆，更加的灵巧，一上坡就喘。比较明显能体验到的就是从落地到抬脚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更加干净利落。听落地的声音就能感觉出来。不知道有没有穿了 Meta Speed 的 Sky 那一款，就是我的理解是那一款就是和目前市面上其他品牌的旗舰款竞速鞋是一个逻辑，就都是为了服务精英运动员。精英运动员是什么呢？精英运动员几乎很少是我这种情况。当然了，中日的运动员或者东亚的运动员，我这种情况的不少。你们看，当然了，咱不能跟人家比，但是呢，说明问题，就是大家看何洁无锡冲刺的那2公里，当然这也是能力原因，谁都希望自己是大步幅的选手，就是所谓大步幅，其实就是直接点说能力强。只有步幅大有能力，天花板才高。因为频率这个事情，你不可能再高了，210了不起了，对吧？但是步幅呢，其实它的天花板上限就高一些。当然没办法，这个有身材所致，有不同的人种，不一样的体态，不一样的重点，不一样的长处和短处。2022年跑完北马，2023年一开始我就说我要试着把步幅降低，把步频加大，但是我发现用处不大，对我来说改变也不大。我其实挺努力的，但是呢，可以这样说，平常这种训练，我如果刻意为之，是可以做到比原来不像原来那么随意的时候，步频低、步幅大的。大家可以翻阅我2022年的训练的视频，那时候每天的步频基本上都在200左右，训练步频。但是2023年呢，因为刻意的调整，可能一般都在193左右。那同样的速度下，步幅就会高。但是经历了几场比赛，我发现，真正在比赛中对我的提升，
仅仅是我在维持205甚至到210步频的时候，步幅大了那么一点点，仅此而已，并不会让我在比赛中收获一个200以下的步频和很大的步幅。所以这双鞋可能是个信号，也可能是个契机，就是它传达给我一个心态，就是顺其自然的跑吧，不去纠结那么多了。也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这两双鞋 ，Asics 说的特别的明确，就是 Sky 那双鞋是，如果你加速是步幅增大、步频不变或者几乎不变的选手，适合那双鞋。Edge 这一双鞋是加速的时候步幅变化不大，步频变化明显。这个说的总结的太到位了，我就是这样的。但是你们看田中先生和本田先生，他们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选手。他们一加速的时候，明显的步幅特别大。我加速的时候呢，如果拍一段我的视频，其实是看不出加速的。我可以放一小段在屏幕上，昨天别的小伙伴拍的。那个时候你们看到的这个时候的平均配速大概是3分05，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相信？可以拿周围的选手，看后边田中先生等等的状态来比较。所以当年穿第一代 Alpha Fly 的时候，我穿了40公里就给卖掉了，是因为我觉得不行啊，这鞋给我带来的负担大于力量，因为我踩不动它，我也带不动它，它又沉了。然后呢，虽然说有更多的所谓的回弹和力量，但是我也发挥不出来，因为对力量型选手、步幅型选手或者精英选手，他那一步是力量很大的，力量越大，它的回弹给他带来的收益就越大。大家看会长的比赛视频，对吧？但是像我这种呢，贴地飞行呢，它有的它就是没有用，对我来说，不如轻一点，不如稳一点，不如流畅一点。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说，我觉得 Vaporfly 3特别好，对我来说。那为什么好多小伙伴说他没劲儿卸力呢？我真的没有发现他在马拉松里有那种所谓的卸力的表现，就是衰减的表现，因为我踩不到他衰减的那个力。而如果您是180、90的步频，又能跑进3小时的小伙伴，那您的感觉确实我猜会很明显，明显到怎么说呢？应该是会觉得那双鞋一踩鞋底特软。我们所谓的这个鞋衰减或者卸力，就是感受到突然开始你感受到鞋底特软，然后进一步呢感受到鞋底越来越薄，尤其是到了30公里以后，那就说明可能您的能力已经超过了这双鞋。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那你们看这个路，如果这个地儿放在其他很多国家修路这块，它会垫一下，因为你看下去了以后又上来了，看了吗？这坡，所以怎么说呢？一个地方一个性格，一个行事习惯，我觉得就像不贫不富一样，没有对错，只有人这样做，有人那样做而已。咱们说回这双鞋啊，那说了这么多呢，总结一下就是适合什么人和不适合什么人。我觉得这双鞋，如果您穿Alpha Fly 或者穿特步的160X 5.0 Pro 这种鞋，您觉得特合适，一点都不硬，然后呢也不觉得它沉，觉得每一步都有澎湃的动力的话，那 Edge 这双鞋不适合您。您如果一定要买 Asics， 可以试试 Sky。
但是呢，话说回来，在面向您这种类型选手的人群，面向您这种类型人群的鞋呢太多了，所有品牌的旗舰款的竞速鞋基本都是这个思路。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ASICS 的竞争力其实是很小的，因为它在跑鞋上的功力，就在顶级竞速鞋上的功力，其实我个人认为是不够的。目前看起来，研发的第一梯队就是这种类型的竞速鞋，第一梯队应该还是像 Nike， 阿迪达斯可能跟 Nike 都有一点点的差距在这方面。对这种类型的选手呢，我觉得 Alpha Fly 3应该是最能激发您的一双鞋。之后是，我觉得阿迪达斯或者是160X 5.0 Pro， 也许您穿3.0都觉得过软，因为3.0那个回弹呀，我的判断是还没有那么激进，就是我穿它也不觉得鞋底硬，就是它能给那种砰砰砰砰的感觉，但是并不会像5.0那样觉得鞋底会比较硬。所以我觉得 Metaspeed Sky 这双鞋可能，如果是让我推荐，我不推荐。Edge 这双鞋呢，它是目前市面上我觉得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吧，适合我这种人。就是您发现您一加速的时候，步幅没变化，步频变快了，并且呢，您的如果在比赛马拉松成绩在3小时以内，或者半马成绩在1小时20以内，您能够跑到205的步频，或者全程的平均步频在200左右，那我认为这双鞋很适合您。在这双鞋之前，我觉得上一双是110X 第一代那双鞋也有这种感觉，就是穿上以后踏的，对吧？有那种点地的感觉。而那种竞速鞋呢，是有那种踩下去以后砰一下起来的感觉。就一个侧重于我觉得一个侧重于抬起，一个侧重于落下。各品牌旗舰款的竞速鞋，我觉得更侧重的是，我个人感觉啊是落下那一下，它给你带来了一个反向的力。我没去过这个土路，你去试试啊。而 Edge 这双鞋，或者之前像110X 第一代这种鞋，在抬起的时候，或者说是在过渡的时候特别舒服。我这是不是过不去？不穿新鞋踩土路了。之后 Edge 这双鞋呢，跟刚才我说的特步的第一代100X 比呢，又底儿又更厚了一些，然后感受上呢会更硬一些，因为那个时候特步那双鞋还没有现在的研发积累。这也是很多小伙伴觉得穿国产品牌的跑鞋，有的时候觉得反而比穿阿尔法 Fly 或者穿阿迪的 Pro 觉得更有劲儿，或者跑得更好。也有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就是真的踩不动。我觉得我踩不动，而且虽然说我是步频型选手，但是我马拉松跑到1小时，半程马拉松跑到1小时16，全程马拉松跑到2小时41，其实我的力量条件和我的怎么说呢，整个的这种摆腿的感觉应该是不差的。实话实说，我也不客气不谦虚，我也觉得我仍旧驾驭不了。但是 Alpha Fly 3就那次在黄居川那次试穿，我觉得有明显的进步。但是呢，问题是我的足弓比较低，我还是觉得那个地方硌足弓可能会磨出泡，那就没办法了，我不想花2000多块钱冒险。今天视频
一气呵成啊，我都没停机。那最后跟大家聊聊购买建议。我不知道国内现在能不能买到 Edge， 如果来这边玩的话，我觉得挺合适的。看这边生活区的公园，因为这边卖27000多日元，就官方在卖，店里都是现货，大概按现在的汇率差不多是1300多一点点人民币，然后你还能退10%的税，如果是游客，我不行，这我比较亏，我是原价买的，你要再退10%的税，可能就是1100多这双鞋，我觉得就可以了，就很可以了。差不多，这是购买建议。行吧，我轻松跑，一会儿就到大阪城。到了大阪城转一圈就回家，咱们训练之后再聊。到现在为止，脚的状态非常好，只有一点点感觉。加油干，加油干！哎，3月28号星期四清晨6点55，训练结束。今天就跑了10公里多一点点，5分09的平均配速，穿这双鞋试一试，爬了爬坡。今天的好消息是，跑到最后脚踝有一点点感觉，但是甚至比昨天还好了一些。按说我昨天跑完强度课之后，其实昨天跑完强度课回来的时候是会有些疼痛的，就比平常轻松跑的疼痛不少，但是呢很快就好了，到今天没有再严重，而且在向好的方向走。但是这种筋膜的伤其实好的会非常非常慢，或者韧带的伤，可能这种他有时候大夫跟你说有炎症，其实它就是无菌性炎症，你吃吃药是没有用的，就是物理治疗嘛，让它慢慢的好起来，让炎症消失就 OK 了。就是那个东西，不管是韧带也好，还是筋也好，还是肉，它还是那样，它疼痛只不过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本来不应该有的东西在那儿，然后让它有反应。其实你看很多运动员带伤上阵啊什么的，我当然不建议普通人，就是我们爱好者带伤去拼一场比赛，但是偶尔的也没问题，它不会怎么样，甚至都不会影响运动表现。好吧，大家也不用担心，这段时间很多小伙伴在问候，祝福我都看到了，感谢各位。明天是第4个训练日，咱们还是照惯例回复评论、回复弹幕等等。因为私信啊，我看的确实不够及时，因为实话实说有点多，我一个一个的在点，有的时候家属也帮我看。今天跟大家聊聊这双鞋，我觉得如果您是跑步爱好者，又喜欢 ASICS， 近期来日本玩，我觉得这个鞋就像我刚才说的描述的那个价格一样，在各种品牌的旗舰款里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 ASICS 可能也有带引号的所谓的自知之明吧，就是他认为可能他卖不到2000多一双旗舰款的那种鞋，我猜测啊，可能还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可以，就不一定非得等到2级市场了。而且 ASICS 的鞋很多时候到也不会太大量的去出到2级市场有那个价钱，好吗？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一起加油干，明儿见。